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所思非所想，我是老冰棍。你是否听说过这样的故事？有人癌症晚期，医生宣布已经放弃治疗，该患者最后破罐子破摔，四处旅游放松心情，过几年回来再检测，发现癌症减轻甚至好了。你如果认为不可能，都是假的，那下面的这个故事则是真真实实的历史。二战期间，美军在攻占意大利南部的海滩战斗中伤亡惨重，镇痛剂吗啡很快就被用完了，哀嚎的伤兵还在被源源不断的送来。无奈之下，当时的美军军医亨利·比彻只好让护士给他们注射生理盐水，并且善意的欺骗他们说这个里面加了强烈的镇痛剂。结果神奇的一幕出现了，很多伤兵在注射完盐水后居然停止了哀嚎。战后亨利·比彻回到哈佛大学，开始了一系列临床试验，并且在1955年的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刊登了他的研究结果。没错，这就是著名的安慰剂效应，就是说病人虽然获得的是无效的治疗，但是却欲要或者相信治疗会有效，然后让病情得到好转的现象。比如给患者吃了一个假的糖丸，甚至做了一个假的手术。很多人有点头疼脑热，刚吃完药就感觉好了很多，甚至有人还没吃药，医生只是说了一些安慰的话语，自己就感觉症状减轻了。我明明没吃药，或者给我注射的只是假药，为什么我会感觉症状减轻了？最奇怪的是，研究表明很多患者的真实症状确实减轻了，这到底是什么原理？安慰剂效应到底是什么？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、医生、科学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。有人认为是情绪影响，积极的信念和情感可以让你产生积极的情绪，然后就能调节各种激素的分泌水平，从而对人体的机能产生积极影响。许多接受安慰剂治疗的病人会认为自己正在接受真正的治疗，期待或者相信自己马上就能病情好转。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托德·开普查克就认为，人人都渴望被关注、被倾听以及被爱，而病人所感受到的来自医疗人员的关注或者安抚，会让患者产生积极的信念，这就是安慰剂效应的原理。可是情绪、思想、意识这些东西不都是主观的吗？它是怎么影响客观的存在的？我明明头疼，难道是我想出来的？有生物学家认为是条件反射。如果你患有比如慢性病，经常去医生那里拿真正的药来缓解疼痛，那么即使有一天医生给你的只是一颗假的糖丸，你还是会习惯性的条件反射的感觉疼痛得到缓解了。关于这个，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实验，叫伊万·巴甫洛夫的狗。巴甫洛夫是俄国著名的生理和心理学家、医生，他发现狗能够对食物自然而然的分泌唾液，于是每次给狗食物之前都发出铃声，经多次反复后，每当铃声一响，狗就会自动分泌唾液。原因是狗已经学习到将铃声及食物关联起来，受训者学习在特定的情况下做出特定的反应，他们管这个叫古典制约，又叫经典条件反射。所以安慰剂使病人产生与真实药物相似的生物反应，有可能也是因为条件反射所造成的。从生物学机制怎么解释呢？就是身体发出疼痛警报，提示需要得到及时处理。现在医生给你几颗药丸，你的大脑神经元就会给脑垂体发送信号，告诉你现在没事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然后收到信号的脑垂体就会分泌多巴胺，然后你的疼痛缓解了。从身体收到疼痛警报到大脑分泌多巴胺，是动物几千万年来演化出来的生理机制，是为了保护动物的生存。而条件反射无非是这种根深蒂固的生理机制被欺骗了而已。基本流程就是在不知情的条件下服下假药丸，然后条件反射，大脑进行一系列神经活动，释放各种化学物质，可以产生镇痛、麻醉或者快乐的感觉。这样听起来确实挺科学的，但是似乎我们好像还是没怎么明白。于是有很多学者就开始质疑了，他们也进行了大量的临床试验研究，一方是吃了假药丸的患者，一方是什么都没吃的患者。结果显示，这个安慰剂效应的形成是主观因素，尤其体现在一些偏重于主观的病情上，比如我刚才所说的头疼啊、胃疼、哮喘、敏感等等。也就是说，只是你主观的自我感觉，可能没大脑分泌东西什么事儿。说到这里，老冰棍我自己也已经晕了，心理学家也上场了，当然他们也做了大量的实验，他们企图从其他的视角来理解安慰剂效应。比如有心理学家认为是控制错觉，疾病让你失控了，安慰剂虽然无效，但是让你重新掌控了你自己。他们在电梯里装了一个安慰的按钮，反复按钮并不会让电梯门更快的关闭，但是确实会让人感觉到等待的时间变短了，你对电梯门关闭的时间有了更多的掌控，让你产生了错觉。错觉不是主观的东西吗？于是又回到了原来的问题，这东西到底主观的
还是客观的。于是全世界就有很多医生把安慰剂作为一种诊断工具，来判断你真的有病还是在装病。你说你头疼，我给你2颗糖果，说是特效药，你吃了之后说头不怎么疼了，好家伙，这不是欺骗病人吗？于是有人就开骂了，病人吃了安慰剂，痛苦得到缓解，并不代表他的痛苦是假的，怎么能说人家诈病呢？所以要不要使用安慰剂？怎么使用安慰剂？医学界又炸锅了。有人说安慰剂真的有用，而且实验结果可以客观的检测到。有人说只是主观错觉、认知偏差，或者说是期望效应。你的大脑欺骗了你，但你自己却不知道。关于期望效应，大家可以看看我上一个关于算命的视频。作为一个被测试的志愿者，因为你期望得到某些结果，于是无意识的操控了整个测试过程，或者向实验人员报告他们希望得到的结果，就是说你无意识的配合了别人。这种效应能严重歪曲事实结果，人的情绪可以影响到脑电波。有研究者就以脑电图技术来研究安慰剂效应，发现出现安慰剂效应的抑郁症病人，大脑血液流动会出现变化，而对抗抑郁要有反应的病人也有同样的大脑功能变化。也就是说，情绪对疾病的影响至关重要。所以既然有安慰剂效应，就有所谓的反安慰剂效应，就是说你的某些信念或者心理预期可能会影响治疗效果，导致病情恶化，甚至导致其他疾病的产生。现在你对我开头提到的那个癌症患者的故事怎么看？我们对人体真实的工作机制或许还知之甚少，但是做人嘛，最重要的是开心。积极乐观的心态是我们得以生存和延续的根本，是几千万年来我们得以进化繁衍的护身符，是造物主赐予我们的新人大礼包，先天技能。拥有如此一项重要法宝，怎能不好好施展呢？当然我们千万不能放大它的功效，或者轻信某些别有用心的所谓安慰剂抗癌产品。用一个乐观的心态，积极接受治疗才是正道。好了，关于安慰剂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有错误的地方多多指正，我们下期再见。